这个国家有多悲催？其他国家可能穷，但资源却丰富到就跟上帝追着把饭喂到嘴边一样。但尼日尔不一样，他就像是被拉入了黑名单，被上帝给忘了。国内黄沙遍地，当地百姓呢连水都喝不上，一国首都更是穷得跟个农村一样，一座高楼都看不到。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穷国，他的国民呢却顿顿有肉吃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球哥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尼日尔位于非洲中西部，与阿尔及利亚、利比亚、尼日利亚、贝宁、马里、布基纳法索和乍得接壤，国土面积为126.7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2707万人。相比于尼日尔，想必大家更熟悉的是尼泊尔。要不是去年因为打起了内战，让尼日尔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知名度，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国家。当然，不仅是我们，上帝也不知道。毕竟是在撒哈拉沙漠附近，尼日尔面积大是大，但却有超60%的面积都是沙漠，所以不管哪方面条件都不会好到哪里去。就说当地的天气，一年平均气温在30度，最热的时候甚至能达到60度，降水那更是想都别想。全国这么多人，想喝的水呢就全靠尼日尔河撑着。咱们热了渴了可以买饮料吹空调，而尼日尔可没这条件。你说想发展经济，发展工农业吧，但就凭这个温度，缺水的环境可以说是重杀四杀，根本没办法正常生长起来。而发展工业呢，尼日尔这地儿可不太平。没独立之前，不是被侵占就是被殖民，好不容易独立了吧，结果还打内战，国家被打得一塌糊涂啊！尼日尔穷啊，当地居民是吃不饱，喝也喝不上水。如果来到他的首都尼亚美，那更会惊讶。其他国家的首都就不说有多现代化吧，但至少也是遍地的高楼大厦。但尼亚美就不一样，没有高楼，也没有大厦，有的只是遍地的黄沙，以及低矮且丑陋的泥砖房。咱们司空见惯的2层小洋楼，在尼日尔都难得一见。过去的尼亚美呢，只是一个小农村，只是因为尼日河穿过尼亚美，对于这个缺水国家来说，简直是天选之地。于是果断呢，就把首都定在了这儿。而尼亚美也迅速的成了经济、政治和文化的中心，人口也达到100万。不过，是不是首都好像也没给尼亚美带来啥变化？说了好听一点，该穷还是一样穷。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起来，没有宽敞的道路，也修不起大楼，各项基础设施都一样匮乏。经济实力呢，甚至还不如我国真的农村。为啥尼日尔会这么穷？要说是没资源，那倒不至于。虽然底下满地的沙子，但沙子的底下却藏着不少的好东西。就比如说油矿、磷酸盐矿、石油等等。就前2个矿藏储量一个排第5，一个排第4。不过有归有，能不能挖出来用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就跟前面说的，尼日尔好像被上帝给忘了似的，大片的资源都储藏在气候条件很差、干旱少雨的沙漠。先不说就凭借他的实力挖出来有多难，就算挖出来了，也因为没有道路，交通不便利，运输成本很高。你敢信？就这么一个首都像农村，人均 GDP 只有630美元的穷国，结果当地人却能顿顿吃肉吗？他甚至因为烤肉而有了不少的知名度。虽然到处都是沙漠，再加上环境不好，尼日尔是一点粮食都种不出来。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虽然不能种地，但尼日尔那边呢还稍微有那么点草原，很适合放牧。据统计，尼日尔国内牛的数量有900万只，羊有1700万只，还有120万只骆驼。米饭蔬菜他们肯定是吃不上，但肉去要多少就有多少。不过因为没有水，想吃点别的口味的肉还是有点难的。当地主要呢还是以烤肉为主，尽管有肉吃，但尼日尔国内依旧有40%以上的儿童长期营养不良。为了能喂饱孩子，有些妇女会徒步走上上千公里，就为了在黄沙遍地的土地上找点稻米啥的。因为穷，尼日尔人读不起书，也去不起医院，或者说尼日尔根本就没有医院。当地的平均寿命只有62岁，本来生活就已经够难了，去年还打起了内战，让日子更加雪上加霜。如今的尼日尔还靠着别国的援助过活，联合国可以说是展开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帮助尼日尔摆脱贫穷的困扰，而我国一样，不仅援助尼日尔大量的粮食，还与其展开贸易。毕竟一味的靠着别人根本不能长久，一旦援助没了，尼日尔又得混乱起来。所以真正想摆脱贫穷，一切还得靠自己。趁着现在还能拿到援助的时候，来想尽办法强大自己，而不是打内战搞什么政变，把国家弄乱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客官你发财的小手给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见。